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unlex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支影片想要记录一下，就是一趟新的旅程。对，如果熟悉我的朋友或者是身旁的家人，应该也都知道，我在英国已经待了即将满1年。其实，在这1年当中，我学到很多，有很多东西想分享给大家。这一支影片要记录的是，我即将在巴黎交换2周。之所以会有这一次的机会，是因为我们学校当时有给了一个资讯吗？其实基本上很多大学校在暑期的时候都会有开课，包括牛津、剑桥。这一个巴黎的学校是巴黎商学院。从学校网站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想太多，就申请看看。如果有上的话，那就可以是一个机会，可以去做选择。那没上的话，就是可能自己能力还不够，那就没有关系，交给老天爷安排。反正我等一下呢，就是我会整理好我的行李。今天是礼拜日，然后隔天我就要上课，所以我必须搭最早的一班，就到学校 check in 之后再去，下午就要上课了，所以行程上很赶。我会尽量找时间记录这一个交换的整个过程，然后希望可以多支持我的影片。就这样。我的天，我真的要恨死这些欧洲的交通工具了。现在是晚上7点钟，然后我就刚刚突然收到了一封信，通知我说我隔天早上6点的火车被取消了，所以我得换另外一个班次。但是我刚刚点进去看，最早的班次是明天的下午1点，然后我的课3点半开始上课。我不仅上不到我的课，我还有可能到学校已经晚上6、7点，然后我现在甚至不知道我住的学生宿舍是哪一栋哪一号房，超级多事情都不知道，不确定。我还甚至不知道说他明天的那个火车还会不会再延误。如果他又延误的话，那我干脆不要去好了。我真的是气死我突然想起我朋友对我讲过一句话，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先解决再抱怨。所以我刚刚确实并没有先抱怨，我先好好的换了一个班次，然后确定我有拿到这一张 ticket 之后，我也寄了信给学校说我没有办法参加第一堂课，然后也不会搭他们的学校巴士。那我也顺便问了我住宿的房号是几号。那如果他们有回应，就是他们是一个有效率的团队的话，我猜明天早上应该会有所回应。那我至少人到了法国之后，还知道我要怎么到那个地方。往好处想，我不用凌晨慌慌张张的去车站，我已经没有那个心力，就是以前的我会这样疯，很发疯。OK， 今天是早上11点，那这是我的大包包，还有我等一下要装的行李，就是左边是衣服，右边很多电器，带了吹风机，还有那个滤水器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大枕头，因为不知道学生宿舍有没有附，对，就这样，出门。All the movies on a big screen when we couldn't afford to pay the price. We snuck in through the back, hearts racing as the lights
现在那个刚刚有一个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房号，然后我就要玩那个大冒险。我的学生宿舍在哪里？这边其实还蛮酷的，就是很郊区，但是有一种在南部的感觉，然后蛮熟悉的。好，我现在就来玩大冒险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入住的房间。大冒险成功，其实蛮大的耶，而且很干净，还有枕头，太赞了。看一下厕所。Nice， 哇，那个干湿分离。我终于到学校了，太赞了。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就是 check in， 但是至少成功的抵达。等一下竟然还有一个 cocktail 的活动哎，有点像是相见欢的一个晚宴。拍完这个我等下就会过去。虽然没有办法上到第一天的课，但至少可以喝到第一天的酒。哦，这个地方真的看起来像清大欸，因为社交恐惧症的关系，带了一些小点心回宿舍吃。好啦，也没有那么惨啊，果然是法国，连buffet都那么好吃，还有马卡龙，太赞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今天是礼拜六，然后我已经在巴黎的暑期学校待了1周，所以我今天即将要去市区探索这个城市的美。然后现在时间大概是早上7点多，快8点。我等一下就搭校车到市区，然后可能坐个地铁。其实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但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不希望。我觉得好像星期日就很多店都会关，然后我下周1又要上课，所以可能在行程上面可能会比较赶。那我就觉得我就礼拜六好好的玩1整天，然后可能晚一点回来，记录一下我在巴黎市区会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就很期待今天能看到不一样的城市的感觉。因为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郊区，所以很多景啊，就是都是树啊，然后芒草啊。我们等下就即将要出发，所以我现在行前就做了一个小记录，希望今天的行程很顺利，然后我可以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。就这样。Degrees and sunny, just the way I always wanted. Told but I got the upside. Hello， 我现在人在巴黎的市中心的某一家咖啡厅。这家是我在 Google Map 上面找的，然后他们好像蛮严格的，他们好像不准就是你带那个电脑啊或平板在就是桌上，因为他可能担心你会在这边待很久。那我不知道相机是不是算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来喽，终于用到这个支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看到吗？
现在要去罗浮宫，因为这是第一个行程嘛。我刚刚吃完早餐，所以呢，就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巴黎的世界。我觉得巴黎是巴塞隆纳跟伦敦的混合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建筑的高度啊，然后设计感普遍跟巴塞隆纳有点像，但是没有巴塞隆纳那么整齐。就是它的地面的设计跟伦敦一样，就是偏脏，而且可能更脏一点。目前现在这个季节就很像是你在台北车站的美食街，然后就是地上有一滩水那种感觉，比较脏一点，然后会有一些味道。但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建筑物还是很美的。但我觉得我在伦敦学到一个比较坏的习惯，就是我会闯红灯，这真的有点不太可取。我现在没有闯，我现在是正正当当的走绿灯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十字路口很漂亮。很大的马路。那个告白气球要来一下吧，很漂亮哎，河流的脏度应该跟泰晤士河有得比。罗浮宫。那我现在来到最后一站，终于赶上了。是埃菲尔铁塔，超美的，很壮观。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背对，我们这边是面向夕阳，就我们从这边拍的话就不会背光。Hello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his is Sunlex. 哇，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心情要怎么形容哎，很像是我第一次来到伦敦的时候，去到一个西方国家，然后不管是身旁的市景、环境的样貌，或者是当你在面对任何一个人对话沟通，然后用不同的语言讲话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氛围不一样，就跟我在台湾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然后原本这样子的新奇感，随着时间慢慢待在伦敦的时间久了，就消磨掉了嘛。没想到我这次来到巴黎的郊区，强调它是郊区，我还是依然感受到外语的魅力。这一点真的是突然又醍醐灌顶了一次，然后告诉我自己说，英文真的太重要了。我先讲一下好了，就是学生的分布不太一样。50个人里面呢，可能只有10个人，最多10个人是来自于亚洲地区的。那个 distribution 突然变得很国际化，然后
让我超级难适应的。因为原本 UCL 的时候是还有一些亚洲人啊，可以就是Hello 你好，然后你有什么问题，你会有自己的朋友圈嘛。但我在这里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就是没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，跟我说一样语言的人。那这时候你只能 speak English， 但当你的 English 又还没有办法到达你可以好好的展现自我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杀了我吧。每一次的社交，一次一次的社交都是杀了我吧。那个已经完全不是什么E人I人的问题了，那个是 language barrier。然后我们今天上了3个小时的课，结束之后，我们组员非常的怎么讲认真，我们花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把今天跟明天的作业都做完了。我一直很想要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个地方，真的是郊区哎。它第一个让我想到的台湾的地区是嘉义，超酷的吧？你走出校门，只有一家超商在那里，而且那家超商还给我怎样？它的 Google Map 还不是在正确位置上。我刚刚下午的时候，我走到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我旁边2边都是什么？都是住宅区，然后就那个地标就站在那个柏油路的中间。去问了一个当地的在慢跑的老先生，然后我就说 ，Excuse me, do you know where this supermarket is？ 他不会讲英文，他就 Il est juste à droite où il y a les barrières en bois, vous tournez à droite. Et il est après vous faites, il est en face. Vous verrez les écriteaux. Il est juste à droite. 好险 Google 救了我，不然我找不到那家 supermarket， 我就没有中餐吃，就没有晚餐吃了。介绍一下，我觉得法国呢，毕竟呢，它是一个美食的国家，比起英国，像chips， 你看。很像卡拉姆酒，但是它的厚度很厚，很好吃，比伦敦好太多了。再来介绍的是小松饼，这小松饼很便宜耶，才5欧。它虽然是已经做好的，可是你看它超软的，然后上面的巧克力有点快融化那种感觉，就是看起来很新鲜。说到比伦敦在更南边的国家，它的水果一定好吃吧？没错，这是我刚刚买的凤梨大满贯，来试试看。很甜。Okay, I think that's all. That's all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guys, and bye.